好嘛，上次还装模作样拉着狄姑娘和九皇子，这次连2个掩护都不带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回殿下，没有。请问狄姑娘和九皇子没来吗？九皇帝今日要去上书房读书，至于狄姑娘嘛，应该是临时有事吧。本宫通过狄姑娘约你，你不生气吗？殿下这么做自有殿下的道理，民女是有夫之妇，您是有妇之夫，直接约不合适，需要一个中间人。为什么他不怯呢？难道太子身份都威慑不住他吗？演得不像吗？唉，光恭敬还不够，还得演出恐惧。果然术业有专攻，人家影帝影后可不是白得的，不仅演技好，还得对角色有充分的诠释。想到这儿，慕容朱雀低着头咬了咬牙，故意让牙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，好像颤抖一般。过了吧？什么？民女不懂殿下的意思。前一刻从容淡定，后一刻怕得流泪，中间是否该有一些过渡啊？啊，原来如此。民女多谢殿下指导，太子真是个好导演。不用刻意装，在本宫面前随性便好。民女也觉得在殿下面前演戏不好，但殿下故意改变脸色，民女不回应更不好。那如此说来是本宫的错。那么这样，我们2人呢，定个君子之约，谁也别装，如何？民女遵命，太子殿下。本宫今日来找你，是想要告诉你，你提供的配方确实奇效，可以防止伤口恶化。您真的开始试验了？有那么惊讶吗？本宫不实验的话，那拿着方子做什么？我以为得拖拉一阵子呢，却没想到殿下如此雷厉风行。你这是在夸本宫？民女这是实话实说，也可以称之为彩虹屁。本宫想的是，那奇药若是真的能够制作出来，乃是西凉之幸。你要知道，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看似只是一个人，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家庭，他们不仅仅是士兵，更是儿子、父亲以及丈夫，所以这药物很重要。不过本宫听说你在衡山城可是大显神威啊，最大程度降低了伤员的死亡率，可有此事？让太子殿下见笑了，确实如此。做得很好，本宫会帮你向父皇美言邀功的。请问殿下，您帮民女邀功会不会有少？能不能赏民女一个独立户籍？上一次要告命，这一次要户籍。你怎么总要这些得不到的东西啊？就不能要一些金银珠宝吗？也就是说，户籍也要不到，是吗？本宫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本宫也知道千千万万的女子都想要这个，但是这户籍制是祖上传下来的制度，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更改的，哪怕是父皇也不敢随意触碰祖宗的规制。为什么？皇上不是九五之尊，这个国家都是皇上的，谁还能管皇上？有句话叫做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比本宫想的要聪明。多谢殿下夸奖，看来这户籍是没戏了。上次你说把白色神奇石头用光，如今却又在衡山城大展身手，那到底是用光还是没用光？狡兔三窟，何况是大活人呢？再者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民女把方子都告诉殿下了，殿下何苦还刁难我这个弱女子呢？还成了本宫的不是了？民女并非指责殿下，只是怕殿下误会，认真解释罢了。你不是想要和离吗？又为何去衡山城帮沈世子？正是因为想和离，所以才必须要去衡山城。侯爷和沈世子离京的当晚，民女便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沈世子在战场上被人一箭射死，然后因为为和离，民女只能给他守孝。守孝期间，人人都骂民女是丧门星，不仅来欺负民女，还散布谣言说民女克夫。哪怕3年守孝之后，也没有人肯娶民女。民女没有户籍，只能回尚书府。没想到回去之后，更是被轮番欺负。你真的做了这个梦？真做了。如果没做这梦，民女也不能冒着风险跑到衡山城。民女承认自己藏私，有点对不住太子殿下的信任，但民女想着方子都给了殿下，殿下只要实验成功，想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怎么会稀罕民女这一个半个的？民女身世这般悲惨，从小到大受人欺凌，如果再不藏点私心，便是给民女9条命也不够霍霍的。所以为了不噩梦成真，为了不被下人们活活打死，民女就心一横，编了一个蹩脚的理由去了衡山城。你和瑞王是何时认识的？民女带丫鬟出京城之后遇到了劫匪，好在被同样出城的瑞王相救，后来一聊才知是老邻居，所以就同行到衡山城了。是出京才认识的吗？但是本宫怎么听说在2个月之前你们同住侯府的京郊别院呢？太子去调查了，
这可怎么办？太子会不会调查伢子？伢子会不会把我们的事招出来？没错的，我们在京郊别院也是邻居。不过太子殿下，您可不能瞎说。民女住沈家的别院，瑞王住隔壁别院，我们可没有同住。民女当时刚成亲，还在新婚期，怎么会红杏出墙呢？这件事若传出去，坏了民女声誉，民女可是要进宫告御状的。那你的丫鬟又如何解释？下面的人来报说那人伢子与瑞王府走得近。哈，那个人伢子是瑞王府的人？本宫是说那人伢子与瑞王府走得近，并未说他是瑞王府的人。与瑞王府走得近，就不能做别人家的生意了吗？果然有趣啊，可以做别人的生意，但是你这丫鬟嘛，来路不明，若是细查起来，搞不好会有麻烦的。殿下说的没错，调查起来确实麻烦，因为榴莲是从乱峰港爬出来，爬到沈家别院，被我救下收留。榴莲是个可怜姑娘，太子殿下是打算狠狠调查一番，然后赶尽杀绝吗？如果殿下真想让她死，也别浪费您宝贵的时间，现在就弄死吧。殿下想看什么死法就用什么死法。太子见女子收敛了之前恭维的表情，这女子是要和他叫板。太子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。殿下您笑什么？民女哪句话那么好笑？倒是没说什么可笑的话，只是本宫没想到这第一个敢当面和本宫叫板的人，不是那些人，竟然是你。上殿下见笑了，其实民女一丁点都不想和您叫板，相反，这么多人里，唯独对您算是最恭敬的了。榴莲能作证，这辈子没有吹过的彩虹屁，在殿下身上吹了好几遍，无奈殿下却咄咄逼人。彩虹屁是拍马屁的意思？差不多，您刚刚没有感受到，民女真认认真真拍了好几句。确实，好像确实有那么几句啊。那如果本宫不调查你的丫鬟，你还吹彩虹屁吗？那得看殿下是否有恩于民女，民女感激殿下，肯定是要好好吹彩虹屁的。反之，没恩硬吹就是尬吹，那样对殿下不尊重，不好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本宫若是想听你的彩虹屁，还得好好的为你做事咯？民女不敢。你不敢？本宫看你是很敢。饿了吧？本宫记得你很喜欢这家的手艺。等等，殿下的事问完了，民女的事还没问。你有问题？有，刚刚殿下问民女的问题，民女都认认真真回答了。礼尚往来，民女问什么，还请殿下不吝赐教。哦，你问。请问殿下，唐念约现在还在宫里吗？殿下打算怎么用他？他母亲为什么忽然跑到侯府，说断绝母女关系？这也在殿下计划中的一环。殿下明鉴，无论您有什么计划，民女绝不插手，也不会帮侯府说话。民女只是怕被牵连，所以想提前问问，早做打算罢了。本宫没有什么计划，而且昌宁侯出发了之后，父皇便把此事压下了。当天晚上唐念约就出宫了，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，本宫一概不知。真的？真的。民女知道了。可以开膳吗？可以。